大家都在说，现在很多人在往回跑，对吧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已经连续谈了好几次了。我跟老陈谈的，那么我自己谈的。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往外走，非常坚决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呢？是不是有些人对中国的国情、中国的现实看得比较清，有些人没看清，是吧？很多回到国内的人，大家评价他的时候，对他一致的公认是，他们虽然在国外生活，但是他们出国的时候把老子丢在了国内。那么在内地正在走出来的人络绎不绝。有人说我还没准备好，我现在在疫区，我到其他国家别人会歧视我，或者说中国目前控制的还行，最起码官方认定大多数省份都是零增长。那么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都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美国都死了好几十人了，这还是官方公布的，没公布的呢死的可能更多，是吧？我认为在这个时刻不必劝，无论他是走出来还是回到中国，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这个世界最简单的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为什么非要劝人家呢？我们知道中国文人一贯有两个非常好的作风，是吧？拉良家妇女下水，救风尘女子上岸，很多人都不例外。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做。最好少做，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，你不能代替他。我们提了很多建议，从粮食危机到台海危机到中美之间，贸易战一开打，我就说贸易战的本质是制裁，是吧？放弃幻想吧，制裁已经开始了，那是2018年的4月。到今天为止，有人真的信吗？我知道大多数人不愿意信，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带领全世界在抵御这次疫情，他们认为疫情过去以后，中国会更加强大。那我们谈谈技术性好不好？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呢？美国人正在造疫苗，昨天第一支疫苗已经在志愿者中开始注射。但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，它一定会走完所有的程序，你不要轻信，半个月以后就会把疫苗注射到你身上，这种事儿它一定不会发生。任何一个医药公司，即便是在举国之力的推动下，在民众强烈的呼声中，它也不可能不完成人体医学试验就给你在市场上发行。那没有疫苗你怎么走出去呢？靠你治好吗？同样的医学数据，同样的被确诊的患者，台湾和中国内地，你相信哪一个医学更为发达？你说要不计成本的营救几个老不死的，让他们活到99岁，是吧？我相信在这一点上，中国内地可能做得更好一点，因为它可以汲取民脂民膏来供奉这些所谓的元老、党和国家领导人。台湾做不到。原先的国民党这些老资历的人，因为国民党被追究党产，所以国民党没有能力来挽救他们。民进党当政没那么多历史元老
屈指可数。在一个正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，他不可能拥有如此完善的举国之力来供养几个老人的行为。所以你可以认为台湾健保即便做得再好，他也不可能安排出所谓的高干病房，不惜血本的从全世界引进专家，进口药物和医疗器械来保障这些老不死的。除此以外呢，你应该相信，即便美国的医疗体制都不一定比台湾的健保要好多少。那么台湾已经被确诊的患者到现在还有几十个没有被解除警告，没有宣布治愈，甚至都没有出院。你为什么就能相信中国已经治愈了那么多人，连方舱医院都关掉了，不会二次爆发了，疫情那么稳定，以至于让你从全世界赶回祖国？那么到了祖国以后，你发现好像有点不对，没有拿你当外宾，没有给你超国民待遇，冷冰冰的把你扔在一个犄角旮旯，一日三餐热水你都得花钱买，隔离是要付费的。你被视为携带病毒的人，即便你对家乡曾经有过贡献，你认为你是一腔热血，到了北京就凉了半截。与此相比，走出国门的人，我认为他们更值得庆幸。他们不能保障在其他国家不会得病，但是最起码他会得到相应的救治，即便死了，他也会死得明明白白。而且他把他的家庭带出了国门，在未来的动乱中，他的家庭和他的孩子获得了更多生的机会。可能你说啊，孩子热爱祖国，是啊，我们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一个选择。你不要认为到了美国来，即便拿到了美国国籍，好像你就成了汉奸，终身打上了一个烙印。你要真想当小粉红，没有问题啊，你可以选择退出美国国籍。那么第一次约谈之后，他会给你半年的冷静期，然后他会查你的税收，你有没有问题。如果你不欠税的话，你应该交纳$2000多。在每年的9月份，国务院会公告一批自愿退出美国国籍的公民。那么离开中国，你有更好的渠道吗？现在有些人没有，是吧？要去第三世界国家打拼，要去东南亚。说句良心话，到北方，到老毛子的地盘，你活得不会顺畅。你到东南亚也不一定活得顺畅。你到欧洲，除非你是温州人，否则的话你很难站住脚。所以很多人涌向了北美。我这几天接待的都是来自中国的，有从阿联酋转机的，有从泰国转机的，其实还有从更远的地方转机的。他们在进入美国之前都隔离了14天以上，通常都是17天、18天。他们进入美国，没有人夹道欢迎他，但是他们活得很滋润，最起码心底很踏实。原因是他们摆脱了对未来的过分的恐惧，因为人们最恐惧的是不确定的未来。中国正在陷入一种不可知，而且中共党内的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。之前我们看到指数，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任志强。
中共的问题一定会在它的内部爆发。随着中央政权与国际社会经贸往来逐渐萎缩，它从外部资源获得外汇的能力越来越少。我们知道整个中国能够挣钱的省没几个了，大部分省份是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，说句大白话，就是依赖中央给他救济粮。如果说中央的威权随着手上的外汇越来越短缺，资源会越来越少，他们拿什么来控制地方呢？很多人说他有兵，是吧？是啊，大清晚年的时候，摄政王也说过我有兵。那么最终呢？军队是靠钱支撑着的，不是靠信念。不要幻想整个国家在共军的高压之下是铜墙铁壁，其实早就是塞着了，还有人不知道吗？这会儿走进国门的人，一身冷汗之余，再想出去很难了。已经离开中国或者正在踏上征途的人，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艰难险阻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，我的家始终会对你们敞开，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因为我来到美国1年半，帮我的人有很多，我觉得最好的感恩是回馈给这个社会，尽我所能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祝大家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尽可能让自己远离漩涡。如果你愿意当英雄，愿意当火炬，愿意像项羽一样燃烧自己的生命，我会默默地祝福你。有条件的情况下，我甚至会给你资助。我不一定要留名，因为我不想从政。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勇气，我奉劝你自私一点，为了自己的家庭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，早一点痛下决心。中国社会未来的动荡不会仅仅只在这1-2年，没有人可以熬得过去。对未来即便再悲观，在这个时刻也不多余。祝大家好运，再见。